生活中不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习惯都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，如果不好好调理的话，就容易导致糖尿病出现。那该怎么降血糖呢？可以常吃2种食物。一、荞麦。荞麦是一种营养很高的食物，荞麦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、烟酸以及芦丁，具有促进新陈代谢、扩张血管的功效。血糖高的经常吃，有助促进胰岛素分泌，有利于控制血糖。2、清钱柳。清钱柳的药用价值很高，清钱柳中富含黄酮和皂苷，能帮助人体补充胰岛素，降低血糖含量。坚持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让血糖更加平稳，并且还能够保护血管健康。如果不想血糖升高呢，平时一定要多注意饮食，还要多进行体育锻炼，也可以经常喝一些苦荞茶，有助血糖稳定，预防糖。话说食人9胃病，也就是说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都是因为不规律的饮食导致的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养胃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大陵穴。大陵穴属手厥阴心包经，在我们手掌横纹的中点处。胃不好的朋友可以将双手手腕处的大陵穴相互对敲，这样每天敲打3到5分钟即可。大陵穴对应的我们的脾胃，被称为人体的健胃消食片，所以经常这样刺激大陵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提升胃动力，对受损的胃黏膜也有一定的修复作用。每天坚持敲打2到3遍，能让脾胃慢慢的好起来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护胃部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远离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。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得太饱，3餐定时定量，多吃一些养胃食物，比如小米、荞麦、核桃等。再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脾胃。现在有肠息肉的人越来越多了，而且经常被人们忽视。那当肠道长出息肉时，身上会有哪些表现呢？第一个，腹部异常疼痛。如果肠道出现息肉，那么可能会出现腹部异常疼痛的情况，而且那种坠痛感和绞痛感是我们往往接受不了的，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。第二个，放屁次数增多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出现放屁次数增多的情况，往往不以为意。其实这可能是肠道菌群失调引起的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息肉，大家也要引起重视。第三个，排便时出血。如果痔疮比较严重的人，排便时会出现出血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也可能是肠道出现了问题，要小心是肠息肉找上门了。肠息肉的危害很大，所以大家一旦发现，及时的进行治疗，以免给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脾好不好看脾胃，学会2个小动作，脾胃健康人长寿。动作1，按摩肚脐。大家可以平躺，然后将双手重叠的放在肚脐上，进行顺时针旋转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可以早晚各按摩1次，或者呢2个手放在肚脐两侧，这样上下来回的搓动，感觉肚脐发热为止。经常这样按摩肚脐周围，可以帮助健脾和胃，补益气血。经常感觉胃痛、胃胀、消化不良的人，可以试着做一做。动作2，蹲马步。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一定的距离，然后下蹲，脚尖向前，保持平行，膝盖分开，朝向左右两侧，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双手握拳放在腰部两边，腰背挺直，目视前方。这样坚持2-3分钟，有很好的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的作用，对强健脾胃也有一定帮助。除了上面的这2个小动作外，平时还要有规律的饮食，细嚼慢咽，吃东西也要注意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粗粮，还有饭后出去散步，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脾胃功能，对保养脾胃都有很好的作用。俗话说，千寒易除，一湿难去。体内如果有湿气的话，会给身体造成很大影响。那如何知道体内是否有湿气呢？可以从下面3个表现判断。表现1，大便不成形。若排便时出现大便不成形，而且很黏腻，经常粘在马桶上的情况，那么就可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。表现2，四肢无力。如果经常感觉到四肢无力，身体很疲惫，而且还没有精神，这也是体内湿气重的一种表现，需要及时的祛湿。表现3，食欲下降。
当体内有湿气的时候，人的胃口也会下降，看到什么都不想吃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也需要及时调理。若要出现上面这3种表现，就要抓紧祛湿了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排出湿气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然后将自己的右脚抬起来，脚背绷直。用右脚的脚背去踢左腿的小腿部位，可以从小腿的肌肉开始，一直踢到脚踝，这样踢49下，然后再换左脚踢右腿，也是踢49下。这样踢腿可以刺激到承山穴，那承山穴有运化水湿、固化脾土的作用，所以经常这样踢腿可以帮助排出湿气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双脚分布很多内脏经络反射区，通过双脚我们是可以判断出肾脏的健康与否的。如果没有3种表现，说明肾脏还不错。先看脚趾甲。那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脚趾甲和手指甲一样，也是有月牙的。如果发现自己脚趾甲月牙很少或者数量很少，就可能是肾气不足了，体内缺乏营养物质，肾脏得不到滋养，这时就应该注意养肾了。再来看脚趾。小脚趾是足少肾经的源头，如果小脚趾粗壮厚实，那么这是肾气充足的表现。但如果小脚趾瘦弱，就要小心肾气不足了，也要抓紧调理。最后看脚掌纹，伸出自己的脚，看一下脚掌的纹路。如果脚掌纹很深的话，就可能是肾脏不太好了，也可能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。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有助养肾护肾。这个动作就是扫耳搓耳。自然站立，双腿屈膝，先用左手叉腰，右手扫耳朵2次，再换右手叉腰，左手扫耳朵2次，最后再双手交叉搓拉耳垂，这样为一组，每次做50下。中医认为肾开窍于耳，这样搓耳朵可以帮助养护。在血压高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也逐渐的向年轻人蔓延。当血压高时，经常会出现头晕、头痛、失眠等症状。那该怎么调节血压呢？可以试着按压手上的降压点。这个降压点呢，就是神门穴。神门穴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。神门穴是手上阴心经上的重要穴位，在手腕上，腕掌侧横纹尺侧端，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处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从小手指延伸下来，到手掌根部末端的凹陷处。找到之后，可以用对侧手的大拇指进行按揉，睡前按揉5分钟左右。2侧都要按到。神门穴有很好的宁心安神、补益心气的功效，经常按摩对降血压以及高血压引起的心悸、失眠都有很好的作用。高血压除了用药物和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还要注意饮食，少吃咸的食物，多喝水，多补充水分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帮助。还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也可以预防血压。便秘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能会出现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那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便前按一按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手上的通便穴、商阳穴，在我们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。商阳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按摩时我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食指的2侧，揉捏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1次，力度适中。除了按揉外，还可以用刮痧板刮拭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按摩商阳穴可以旺盛大肠经的气血，调节消化道功能，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经常按一按，能很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。长期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避免久坐不动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有坚持运动，这些都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社会压力的加大，很多人的身体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养生意识也越来越强了。养生的方法有很多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压我们手上的万能穴。这个万能穴就是合谷穴，合谷穴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属于手阳明大肠经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将食指和大拇指并拢靠近，在虎口处会有一个肌肉隆起的地方，在肌肉的最高处就是合谷穴。
按摩合谷时，可以用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稍微重一些，感觉有酸麻胀痛为宜，每次按揉50次左右，左右2个穴位都要按到。经常按摩合谷穴有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对调节血压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合谷穴还有祛风解表、通络止痛、排毒的功效，对缓解头痛、腹痛以及便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说，按摩合谷穴真的是好处多多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一按，这样既不耽误时间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，帮你赶走小病小痛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